我是真的服了，最近33号远征队拿到年度游戏，让一堆人都破防了。这个游戏一口气拿到了9个奖项，其中年度独立游戏的争议最大。我个人也觉得年度独立游戏的这个奖确實應該頒給四之歌，因為他們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夠激勵獨立遊戲的開發者。但就是因為這一點，有些人卻要把這個遊戲說得一無是處，一文不值。有的說背後是共濟會的，有的說 CEO 是富二代的，有的說成本遠超1000萬美元的，等等等等，數不勝數，而且越傳越離譜。但是我告訴你，這些言論全部都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謠言。真正的事實就是，如果作品本身站不住腳，玩家票選的金搖桿獎和花了真金白銀的 Steam 評測是不可能集體陪着 Sandford 去演戲的。今天我就帶你逐一破解這些謠言，讓你看看這些人有多麼的可悲。大家好，我是老九。首先最離譜的就是他們說這個 CEO 是富二代，他爸爸是什麼法國大資本家，名下擁有4間大公司的，就是這張被瘋狂轉載的圖。這個謠言的源頭是什麼呢？它是這條 Reddit 上的這篇帖子中一個因為心虛而刪掉自己評論的匿名用戶所發布的評論。這樣的消息源頭本身就已經非常可疑了。那這個所謂的大資本家到底有多大呢？我們先來看看謠言中所提及的那所謂的4間大公司啊。第一家 MYRTE Investment 股本只有1萬歐元，第二家 SCMAGAR 也就是謠言中所謂的房地產公司，股本更少，只有1000歐元，第三家 SCBRCHE 股本是高了一點，41萬多歐元。不過當造謠者看到公司名字裡面帶着他們家族的姓氏啊，直接就集體高潮了，說什麼這是法國大資本的信託基金，好像掌握着天量的資產一樣。問題是，首先法國根本就沒有英美法系那套所謂的信託基金的體系，其次在法國40多萬歐元註冊個民事公司，連中產投資結構都算不上，更別說什麼資本大鱷了。這種說法本質上就是不懂法國的公司制度，硬往資本陰謀論上套。而且這前3家公司都只被定義為微型企業，根本就不是什麼大公司、大基金。第4家呢 MBO Plus Investment 股本104萬歐元，這家公司是最大的，但是他爹首先就不是這家公司的老大，他爹曾經是管理人員之一，但是現在已經離職了。說白了，他爸爸或者是他的整個家族在法國也最多就是個曾經在大廠幹過高管，同時也做點小生意的小老闆，根本就不是那些傳言裡所描述的什麼法國巨富家族，更別提什麼掌控產業鏈或者資本帝國了。還有人說什麼 Sandford 的 CEO 靠父親的人脈找到好萊塢大咖，所謂的好萊塢大咖就是我們的夜魔俠 Charlie Cox 嗎？查理·科克斯除了夜魔俠，你還知道他演過什麼其他的別的角色嗎？除了漫威的粉絲對他很熟悉，他演過什麼別的電影非常出名的嗎？他的咖位很大嗎？他根本就不是大咖，根本就是小咖一個。然後這張圖裡更離譜的謠言就來了，什麼空降育碧直接當上創意總監助理，一路高升，更是純他媽扯淡！我靠！如果你自己去查一查他的 LinkedIn 賬號，你就會知道，他僅僅在2014年6月到2014年12月期間，不到7個月的時間擔任過這一職位，然後他就跳槽去了微軟，好嗎？還說什麼參與了魔法門7的開發，7個月的時間，你作為創意總監的助理，你能開發個嘚兒啊？啊？從微軟離職之後，他又去了2家非遊戲的公司，一直到2017年8月才又重新加入育碧，且走的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畢業生培養項目，也就是這個 Graduate Program。到這個時候才參與了幽靈行動的開發，這就是謠言裡所謂的一路高升是嗎？這個謠言還說什麼覺得拉來400多人的外包是很難的，拜託，人家起碼也是在大廠裡待過的，又是做助理的，這種人脈會沒有嗎？找點外包都找不到嗎？這一點很值得拿來說嗎？然後就是那些說什麼開發成本1000萬不到是沒算上外包的，什麼算上宣發絕對遠超1000萬美元的謠言。真的說這句話的人，請你給出消息的源頭，別一句1000萬做3A說出來你信嗎？就覺得自己天下無敵了。1000萬美元開發成本的消息源頭是紐約時報最新的報道。你可以說紐約時報是歐美媒體，它可能會偏袒，但是也比你什麼都沒有，全靠一張嘴的造謠要強。另外，宣發的成本僅僅只有21.2萬美元，你可以自行搜索 Expedition 33212K， 這錢怎麼花的，花在哪裡了，都寫得很詳細了。
還有那些說什麼網易給發行商 Kepler 投了1億2千万，這遊戲就成了所謂的背靠大資本的。那按照你的这個意思，这個遊戲應該是網易做的了唄？這1.2億美元都全部花在33號遠征隊身上了唄？是不是啊？啊？回答我！還是那句話，請你拿出證據，而不是在這裡瞎猜。要是 Kepler 的宣發真的像這些人說的這麼大手筆，那這遊戲剛出的時候，那些誇這個遊戲的 UP 和 YouTuber 都是收錢辦事兒了唄。我發現很多人是不是對宣發和營銷沒有什麼概念？真正大手筆的宣發是所有公交車站、公交車身上和地鐵站、地鐵身上都貼滿巨幅的海報，是視頻網站的貼片廣告，給你瘋狂的播片。比如說《使命召喚：黑色行動6和7》，或者是《無主之地4》這種把廣告都貼到我家樓下加油站的這種行為，他們家的 CEO 為了搞宣傳，又是跑中國又是跑日本的。再比如說楊吉山在倫敦做的那種1刀2斷的藝術海報，這才叫宣發和營銷，懂嗎？以上這些遊戲在發售的時候，我所在的城市，你是很明顯能夠感覺他們是在做宣傳的。33號遠征隊發售的時候有這些嗎？啊？你看到33號遠征隊做這種範圍的廣告了嗎？還營銷還宣發，他宣發了個屁呀！這些造謠者啊，一口一個人情世故，一口一個法國富二代，別人成功了就一定是靠關係靠背景，所有的東西都是陰謀論。持這種觀念的人真的是可悲啊！你可以質疑，但是你得拿出規則被如何濫用的證據，而不是在這裡信口開河。而且就算他真的是一個超級富二代，也不等於遊戲的成功靠的就是他老爹。家庭條件好也不等於做遊戲的能力就是差。多少富二代大手一揮瞎折騰，最後連個嘚兒都沒做出來。Sandford 的 CEO 要真是個富二代，那也是有能力的富二代，更何況他根本就不是。這個遊戲全球玩家都追捧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玩家們已經受夠了現在 3A 遊戲產業的現狀。以前獨立遊戲的銷量和口碑力壓 3A 的時候，那些大廠會說你們是獨立遊戲，不要跟 3A 放在一起比。現在 Sandford 用極低的成本做出了比那些動輒開發宣發破億的大廠 3A 更好玩的東西，直接就不給他們借口了好嗎？他們口中類似成本太高不得不漲價的這種借口直接就不成立了。它會讓這些行業巨頭更多的去嘗試做2A 遊戲，而不是動不動就去搞那種上億的毫無創新的 3A 豪賭。這樣我們玩家才能玩到更多更好玩的遊戲，游戲的價格也才能下來，這才是這部遊戏拿到年度遊戏的意義。還有人說為什麼去年黑神話沒拿，這個拿了。我覺得黑神話去年應該拿，只是去年的輿論環境不一樣，今年則是玩家愈演愈烈的聲量已經達到臨界點了。我們第一次讓這些 Access Media 的輿論轉向。我預測啊，今年的 Steam 年度遊戲依舊會是33號遠征隊。到時候我倒要看看這些造謠的還能編出什麼謠言。你們怎麼看呢？歡迎在下面留言。我們下期節目見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